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13号星期五清晨，现在刚5点半。哎，你们看进度条，我已经跑了马上8公里了。今天想的是稍微能多跑一点，但是不跑快。昨天歇了一天，早晨起来轻松跑了7公里，之后又来大阪城拍摄了。今天6点10分有观众想见面，在烘焙店。今天聊什么呢？前天我的6公里居然 PB 了，虽然没有6公里这个比赛的长度，但是那天我就隐约觉得可能 PB 了，回去查了一下，而且也和高驰的小伙伴们又反馈了个新需求，就是不管是网页端还是手机端，加一个高级搜索筛选，按距离范围筛选，要不然知道不了6公里 PB。 我是用佳明的网页端，佳明网页端有这个功能。高驰小伙伴说对，是个好主意，要推进这个事儿。有时候就是互相促进，对不对？就特别好。今天跟大家聊聊前天那个6公里的那种腾空感。核心逻辑，我觉得我这两天想，刚才我也在想，我觉得更多的全力以赴才能换来更多的找到一点点感觉的那种机会，好吗？一会儿咱们聊。现在咱们稍微早点开始，天还挺暗的呢，天亮得越来越晚了。过两天秋分之后，夜就比天长了。我有2次，就是一瞬间的这种感觉给我带来了突破。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过几次，大概是在2000年的夏天，那天跑到了东四环朝阳公园东门门口的辅路上。到那儿呢，差不多我是16公里、17公里的样子。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就觉得腿不是蹬出去的了，腿是甩出去的，就有点像那种牵线木偶，然后你给它拎起来，然后左右转那种感觉。但是呢，很快就没有了。当时我觉得是不是太累了，出现幻觉了。在那之后呢，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。慢慢的，就现在我这么跑，基本上也是这个感觉，就是它能持久化了，就不再像以前。以前跑步觉得脚特别粘地或者粘地，看您的说话方式我能不能说清楚我的意思。但是后来你就感觉呢，有个东西也不能说提着你，可能这个感觉也不准确，就这个感觉不太好描述。因为如果这个感觉好描述，那么很多人就不需要走那么多的弯路，教练一教就行了，对吧？确实是可以意会，几乎不能言传，就这种感觉。还有一次就是前天，大家可以翻前天的节目，大概我刚刚跑到3.3公里左右，视频的时间可能是18分以后，就是从18分开始看吧。有那么一小段，我在田中先生正后方，步频开始从210下降到200，可能是203，缓慢下降，但是速度没有变，就那一小会儿，10几秒。啊，干嘛干？就那一小会儿，大概10几秒的样子。然后之后就是因为又觉得，维持速度特别难，又开始变成了我很习惯的，技术动作。
但是那个感觉，就那十几秒的感觉是特别好的。那十几秒的感觉，就觉得没有平常跑那种强度的时候那么累，觉得有点像我们学游泳，从下扑腾找到了那种一下是一下的感觉。然后后来我分析，其实你说要各位刻意降步频，我自己跑也能做到，但是呢，我分析不出我差在哪儿。什么意思？比方你们看田中先生，我跟着他跑的时候，我就想当时，我说咱俩同时落地，同时蹬起来，然后我下一步要跟你同时落地。我当时这么想的，我说我试一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落地蹬起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从蹬起到再次准备落地之前这段时间，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我不太认为我真的说力量就差那么多，说你蹬起来能停1-2秒，我蹬起来只能停1秒半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总说我力量薄弱，但是再薄弱，我跑这么多年，我有这个绝对速度，我有马拉松的成绩，对吧？你要说马拉松不行的话，半程马拉松我跑到1小时16，那是个还不错的成绩了。所以在这点上，我虽然说事实让我没有自信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至于。我说那试试，为什么？然后就找到了那种，你不能说是高抬腿，这是不对的，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去模仿。也不能说是向前伸腿，因为伸腿其实也是不对的。就是，它不是一个主动的动作，它是一个，我还是同样的例子，我觉得最容易分享出我这个感受的就是学游泳，你从特别快的频率找到那种一下是一下的感觉，就是这样。去年或者前年，好多那种跑步自媒体说什么送宽，啊，练这练那个，但是其实就所谓的送宽，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说的这个感觉的一部分，但是它并不是说你要往前去送，它我这个用词可能不准确，而是保持一个腾空的感觉，就是腿在落下之前，胯骨轴那块儿有一个轻微向上的发力，但是又不是高抬腿那种发力，就只能这么说了。这不是今天的重点不是教给大家这两种感觉怎么实现，因为教给大家没到这个程度也实现不了。就跟刚才我说教练他教完你得练，对吧？那有的时候这种感觉为什么会来呢？这2次，第一次是那个时候我刚刚加了半年的跑量，从那时候没有规律的瞎跑到后来每个月300多公里，每天就前2天20公里。那个时候连着2天20公里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。你想，对大多数小伙伴应该都是吧，连着2天20公里不短呢。所以在这种极限下，身体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趋利避害，他就会想办法，然后你也跟着在想办法。所以我找到了那种就像甩鞭子一样的那种省劲儿的感觉。可能虽然它并没有真的让我省劲儿，但是它让我跑起来更有节奏，这样它能支撑我这种训练。第2次就是前天，就是经常跟大家在一起跑强度课。因为我自己跑呢，可能差那1-2秒我就放松了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前天的节目，一开始田中先生冲出去特快，我一度要放弃了，
我还写了文章来说这个事儿。后来我一想，还是要跟。那在这种过程中，你想跟，你跟不上了，或者你能跟上，但是你觉得维持不住了，怎么办？你就开始想办法了。上一次那个甩鞭子的感觉可能是被动的，这次有一个半主动的，就是我当时想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已经有点喘不上气了，步频太快了。那我如何保持住？所以我就想办法说试一试，哎，就慢慢就有那么一点点找到那个感觉。你让我现在再找还能找到吗？不一定，但是我相信这种感觉的出现会越来越频繁。我不一定能跑成田中先生那样的速度，但是我可能又能前进一步。这就我老说那观点，人比自己想象的强大的多。就是你给自己身体压力，身体就会给你反馈。我举个不恰当的比喻，就是比方说你看有媒体说日本种那种方形的西瓜，或者我们说种这种特体的蔬菜瓜果，怎么种呢？在他小的时候给他卡住。但是这个不好啊，这样做我觉得，但是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你给他压力，他就会给你反馈。所以我老跟大家说，马拉松训练就是练先远后快，或者先快后远。对大部分来说，可能先快后远呢，会更有点更怎么说，更快能入门。但是最终您的目标肯定是又快又远。所以如果每天总待在舒适区的话，这种感觉呢，它也不是说不会来，可能就没这么明显。你可能会慢慢觉得，哎，自己比原来强了。但是呢，你拿到横向的比较的赛场上一比，哎，就不行了。这前天事儿也给我一个反思。之前我也受各种知识的影响，就说人随着年龄增长，速度能力会下降。比方说，你如果50多岁才开始跑步，那速度天花板比较低。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，人年龄大确实会绝对速度会慢一些，能力会差一些。但是为什么练也比较难呢？就是因为我今年39岁，我从35岁之后明显感觉到我没有以前对自己狠了，就是有点得过且过了。真心话，人可能随着年龄增长，就是会越来越平和。但是马拉松这种运动呢，看上去它是个耐力的长距离，但是其实它是个挺刺激的运动，它是个极限运动。所以屏幕前年轻的小伙伴们，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呢，或者跑了一段时间，觉得自己卡住了，您就练，给自己更多的压力。受伤也是训练的一部分。我那天说伤就伤了，养好了再练呗。有人说那就全废了，不一定的，真的不一定的。你歇几天是会下降，但是没那么可怕。受伤是训练的一部分，你没受过伤，你就不知道受伤怎么回事儿。你没受过伤，你就不能很好的避免受伤。你看为什么这些年我很少受伤，除了大赛之后有的时候的意外，那就是因为我对自己身体的感觉，我受过很多次伤，我知道这一下是这个感觉，可能再过一会儿就受伤了。但是这可能有点悬啊，不是这么准确，就是这意思。那你总要经历过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就跟小朋友出水痘一样，那最好就小时候就出了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你总要经历过才知道。那各种疫苗不也是一样的吗？打天花，打各种小儿麻痹，是不是？让身体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都差不多。
虽然没什么科学，但是马拉松本来也不是一个全科学的事儿。看看几点了，5点47，然后差不多。那咱们训练后见了，我再跑一跑，卡个时间去见观众。哎，9月13号星期五清晨7点25，今天晚了。第一个训练日训练结束，30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2，心率142。今天特别艰难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特别闷热。昨天下午和傍晚都下雨了。大概在24公里左右，或者是26公里左右，不记得了。冲了3组300米，就是200米的慢，300米的快，200米的慢，300米的快，冲了那一条1.5公里的路。哎呦，今天特别累，今天觉得，这个天让人有点乏力。明天早晨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还是15公里，5点45，大半程集合。平均配速计划在4分15到4分20，但是最后2公里肯定会冲一冲。我看看明天我怎么安排吧，应该热身3公里或者5公里去，跟他们跑15，然后看看再跑回来还是坐车回来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老观众应该记得，有一年北马之后啊，就是2022年北马之后，我试着调整过一段时间，就努力降低步频，做不到。就是那种降低和那种找到刚才我说那感觉那种降低是不一样的。我刻意的跑的低步频也能做到，但是不持续，那就是模仿。我总说跑姿是训练的结果，绝对不是模仿的过程。你模仿的话，你没有那个力量，没有那个能力，没有那个节奏，你就模仿不出来，你那就只能是照猫画虎，东施效颦，对不对？行吧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是工作日，咱们这周的直播放在周日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咱们明天再见。